蓬莱广场石狮像里的颅骨复原图像出来了。你生母的颅骨复原图像已经出来了，但现在还没办法确定她的身份。接下来，我们可能需要你协助调查。我现在算是证人，能帮你们，对吧？现在情况越来越复杂了，你跟吴菲菲认识，不可能是巧合。据我们观察，吴菲菲有可能近期出境，我希望你能想办法把她留下来。好，我试试。还有，我这真的有一个线索，也许能帮到你们。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，我脑子里一直有一首歌吗？那首歌总在我小时候的梦里出现，后来我查到了，是这首歌。我希望能帮到你们。玫瑰奉献给爱情，我拿什么奉献给你，我的爱人？爸，你和那些事儿真的没关系，对吧？什么事？徐叔叔那些事儿。不都跟你说了吗？没关系啊。我就是可能要出发了吧，心里不踏实。别不踏实了，家里有我呢。小杨那边呢，你放心，我会安排好的。还有你那个朋友高峰，于情于理，我们都应该给人家补偿嘛。那就这样吧，等我安顿好了，我们定个时间，每天都通一个电话。这边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你都告诉我。我希望我能帮上你。就按你说的办，每天通个电话，有什么事情及时沟通，好不好？菲菲，你就修网络的了？修什么网络啊？对，我教的。对不住啊，犯规了。咱俩约法三章，我还记得。不问姓名，不问理由，不问原因。不过我就是好奇，这90分的家庭得是什么样，想过来看看。靠，真有钱。有话快说。你越界了。龙玉跟我说了，你也去酒吧问过我的事儿。你也越界了。我之前一直在查那个可能知道我身世的女人，怎么会追查到你这？为什么你正好也在这件事里？这是巧合吗？你在追什么？你知道的什么？没有义务告诉你。我把所知道的都告诉警察。大人物说话，3分留白，7分回旋，能全信吗？我爸是集团的负责人，如果他真的知道，他不会让你母亲在广场上躺20多年。我听到你母亲的事情，我也很难受，所以之后蓬莱集团一定会好好补偿你。那你呢？你不想知道真相？就是他。是的。
我提个方案，咱俩合作，把事情查清楚，就咱俩。我跟你就是网友，我凭什么跟你合作？那你之前犹豫为什么要结婚的时候，干嘛打电话给我啊？我要结婚了，我该不该去？我说了，我只是在掷硬币，我打给谁都可以。咱们俩没什么可说的，你走吧。你还记得之前你在雕像前跟我说的话吗？你说你刚从家里逃出来，想要点自己的空间。其实咱们之所以会认识，都是因为搞不清楚自己到底是谁。现在我快清楚了，你呢？闺蜜，离了这所大房子，没了吴家大小姐的身份，你知道自己是谁吗？咱俩合作，查清楚，就咱俩。了解一下这个人。好的。有人在酒吧等你。跟吴菲菲说，我马上到。不是他。小高，你母亲发生这样的事情，你打破砂锅问到底，也是无可厚非的。其实，我也是很想帮你。我想跟吴菲菲聊。我今天来，就是想请你帮个忙，别把菲菲扯进来。这是她的意思吗？对，是她的意思，她不想见你。我总说这些话，听上去像是处处为女儿考虑，但在我这个外人看来，人算不算是用亲情绑架的？亲情你不懂，我就想让菲菲生活的简单一点，快乐一点。你母亲的事情，警方会彻查的。如果要追责，自然会查到我头上的，因为我作为集团的领导，这是不可避免的。说不定我们还会在法庭上见。对了，你有什么需求啊？尽管提出来。哎，不着急，慢慢想。我走了。吴总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你追查这么多年前发生的事情有什么意义啊？你还年轻，人生是向前的，再好好想想，想想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坤哥。最新的消息，蓬莱集团微信公众号说，董事长吴国豪要对近期蓬莱广场撞车案的始末进行表态。咱们看看吴总说的话到底管不管用。我一会儿就要走了，你约我来这儿干嘛？我们两个认识这2年，对于家这个事情，我总是想找，你总是想逃。咱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，可能因为有些冲动是一样的，所以还能聊到一块儿去。人有时候是要做些不得已的选择，不能总为了自己。我之前是真心劝你。哪天不是真心？我这几天一直在想，我妈死的那个雕像里，我一个人没根没由的好好活到今天，
冥冥之中这是为什么呀？我跟松云说过几次我做的梦，或许我的梦能对上我母亲的线索。不就是做个梦吗？我还梦见过我妈呢。那你也梦见她给你唱歌吗？我还梦到一栋房子，模模糊糊的。也不知道是真他妈记得，还是就是个破梦。你爸之前问我那问题，你追查这么多年前发生的事情，有什么意义啊？你帮我转告他，人有时候是应该向前看，但对于我这样的人来说，我觉得做个回音壁更有意思。有些声音被埋了这么多年，装到我这堵破墙上，总该有个回响。我妈的事儿我不会撒手的，不论以后你在哪儿，咱们喝过什么酒，聊过什么天儿，我都会查下去。要是有什么得罪你爸的地方，我给你道个歉。是走是留，你自己决定吧。老吴，我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好了，你还跑回来搅和什么呀？没有在搅和，我在帮你。不需要。你知道集团有多少员工？你知道我在冰川养了多少人？你知道我要想找个人，我把冰川分3遍都可以，用得着你回来吗？再说了，集团不怕查，不用搞什么动作，也不用你大费周章的，一会儿这找人，一会儿那找人。你是生怕没有把柄落在别人手里头。从今天开始，既然你不想走，老老实实在家待着。爸，让我帮你吧，我什么都跟你汇报，行吗？你知道是哪句话让高峰把我说动了的吗？他跟我说，希望我能找到我自己是谁。可是爸，我如果离开了你，我好像真的不知道我自己是谁。高峰经常问我，你想过自己为什么出生吗？我认真的想过，没有答案。我对我的童年好像完全没有印象。高峰说羡慕我，幸福的童年才会什么都忘了。也许这就是我出生的意义，守护给我幸福童年的家吧。那个野小子手里的底牌是什么？你炸他，想要搞清楚背后的那个女人是谁，他的手里总得有张牌吧？或许我的梦能对上我母亲的线索。梦，他跟我说，
他经常梦到他妈妈，梦里面是唱歌，还有房子。俱乐部那帮女的闹事的时候，房子，他们在外面偷偷租了一个房子。高峰，我去，高峰，高峰，醒醒，醒醒！吐出来！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差一点就碰到了。你多管什么闲事？梦。就是因为梦见的老不对，所以才一直找不到。你这儿还有什么酒？喝了之后更好睡的？你是心太重，喝什么酒都不管用。我母亲死在那个雕像里20多年，我身世应该挺难看的。害怕了？我是怕，有没有可能，他是因为我死的？小红，我一直想弄清楚，那个从不让我们靠近的房间里到底有什么。今晚见机行事。我进去的时候看到他们有一整面的录像带。我知道他们会监视我们，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把这些都录下来。把那些男人录下来，等到真要办事的时候，俱乐部就会拿这些作为筹码。那我们怎么办呢？既然他们录下来了，那些也可以成为我们的筹码。来，我们必须要找到更多的证据，才能让公安调查。就凭我俩现在的能力，想要扳倒俱乐部，那就是飞蛾扑火，太难了。我们看到的星星，可能已经不在了。我们现在看见的光，可能是1000年之前的光。不论是萤火虫，还是恒星，只要划过夜空，终究会留下它的印记。你就是我的光。
杨文远回来了，是吗？你和杨文远在干什么？他们已经知道了。你以为我没有察觉到？是你让何小红偷的监控室的钥匙，是不是？你以为没有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你们能天天出去宵夜？你还能偷偷在外面过夜吗？姐，你还知道叫我姐？要是没有我把你捞出来，你会有今天；要是没有我，你能过上现在的日子？你一个何小红一个，你们有没有良心？说的话我都记得。你说，以前的生活，再苦再难，也都是以前了。你说你把我们带来这儿，以后都是好日子了。你说，女人可以靠自己生活，可以有自己的家。不用再为了钱去烦愁。你说的这些话我都记得，可是姐，我明白，你一直都在照顾我。可问题是，人也不能只是活着，我们过的也不叫好日子。你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才是真的好日子吧？有好吃好喝的，有钱花。有漂亮衣服，都不叫好日子。自从杨文远闯入了俱乐部，他说过的话、写过的诗，他让我们明白，做人其实还是可以有更多更美好的事儿去追求的。你活得太天真。够活在这样一个泥泞里，想要奢求一点天真，怎么了？全凭这些吊着，要不然我活不到今天。我都已经想好了，到时候我们会把你的名字签在底下，你跟我们一样，你是被害的。别做梦了，现实一点吧，你玩不过他们的。你要是还想活着，就别闹了。是他们让你来劝我的。他们让你来做什么？我是在保护你。他们的人过去了，怕你通风报信，让我来拖住你。我捞不了别人，起码把你捞出来。许梦，对不起，最后这步我自己做决定了。我也怕你难做，所以没说。前几天我就在书店被人跟了，我留了个心眼儿，一直没回咱那个屋。记得吗？星空很晴的那天晚上，你说如果有以后，我不想再过这样的生活了。
对的。别哭，徐茂，要记得，要看见那1000年前的光。醒来吧，从荒芜的藩篱中醒来，出发吧，向新的爱里出发。你好，寂静的狂风。你好，那一片飘落的树叶，用最后的舞蹈，震碎大地的安息，化作新泥。你好，昨天我从破碎的梦里死去。你好，未来我在崭新的爱里重生。冰川，你好，这是我最后想说的话。从撞开石像开始，一个灵魂自由了。这时候，我也自由了。可能是我背负了太多罪恶，所以上天惩罚我。我想趁着还有一息尚存，把我所知道的都写下来。虽然我没有证据，但是我看到了正义的力量。我更看到了那个孩子不顾一切寻找